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情感疗愈团来了哪些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爱情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感受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唐米娜。愿有情人相爱容易，相处不难。认真倾听，真诚服务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川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鹤阳。情感生活愈烦恼，打开电视看爱宝。好，哎呦，说得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爱情没有保质期，用心经营才能收获长久的幸福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2位嘉宾朋友，有请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刘先生36岁，来自天津，职员；季女士33岁，来自天津，职员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他太强势了，很多事情蛮不讲理，在家里还很懒，从来不主动承担家务。他没有担当，我们的婆媳矛盾已经很多了，他从来不去主动解决问题。希望他多体谅我一点，不要那么强势，平时多承担一些家务。我希望他能大方一点，遇到问题能主动解决。欢迎哈，结婚多久啊？11年。几个娃呀？2个。老大多大？老大8岁。老二呢？老二3岁。今天为什么来啊？主要也是平时生活上有一些问题，想离婚就过不下去了。有一点。你想离婚啊？啊，不是你这看你这心宽体盘呢，你看旁边那都被压榨成那样了，我以为是他想离婚。您别看我这个身材，但我是因为生完2孩子，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可不这样啊。所以你说付出多少，对吧？美貌、身材、心力，当妈不容易。您说啊？隔阂是从结婚之前就开始有的。婚房嘛，我就觉得我想买一处就是地点我满意的，然后我不买车了，然后婚礼我们俩也不大办了，然后我出一部分钱，他们家呢就是把我们准备结婚的房子卖掉，我想买一处就是地点我稍微比较喜欢的，但是他呢就天天跟我哭跟我磨，说我不想一睁眼就还钱。我就想也不是没有地儿住，要不就算了吧。然后因为毕竟2个人也有感情，我们俩结婚时候就我们家给提供了2个让我们进行选择，一个是比较靠郊区，还有一套就是这个市中心这个老房子。他因为觉得离他们家然后离学校啊什么的都比较方便，然后周围设施也比较好，所以就选的这个老房子。是一个非常老偏单，就没有厅的那一种。有了孩子之后有人来呀，双方父母过来照顾孩子，非常的不方便。我就说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双方，你们家卖一套，我们家卖一套，就是我们俩再贷款就买一套，就是市中心一点，有厅，然后方便孩子住上学。然后婆婆和我公公看上了一套，就是离我们现在住的地儿就稍微远一点的一套大3室，接送孩子得1个多小时堵车，就是让孩子就是早起，然后在车上可以睡这1个多小时。然后我们家添的钱肯定是比他们家多，然后我的公积金也比他多，毕竟我是年轻的儿媳妇儿，就是我说我想住主卧，因为带卫生间的那个，我带着孩子方便一点。我们婆婆说的是，我给你添这么多钱，那个我还不能住主卧，稍微剩下的阳面的稍微大一点的房间留给他的爷爷奶奶，然后等于我们家给我添这么多钱，我用我的公积金还款，然后我只能住在阴面最小的房间。这事儿怎么这种讨论不是应该你跟你老公讨论吗？我跟他怎么没你老公什么事儿呢？对，所以就说他特别的没有担当，而且从中间起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作用。对，刘先生，你对这房子的问题你怎么看？老人他有一个老人的想法，我也没办法左右他，这个和父母也没有办法起太多的冲突。和我爱人说，就是咱可以缓一步，或者和父母好好商量一下，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我爱人这边也是比较强势，等于就是我母亲也强势，我爱人也强势，我在中间确实没有起到一个好的调节的作用。我有个问题啊，刚才您说是应该是男方家有一套，女方家再卖一套，但是卖这2套的额外，双方父母还有房子吗？有，
每个人有一套房，都有然后把多余的这套房对一家卖一个，对然后变成一新的。对男方的父母打算跟你们一块儿生活，是就是这意思吗？大部分时间那个时候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这一套房子公婆出了多少钱呢？啊，您问到点儿上了。这套房子，公婆最多出100万左右。赚多少？赚比多少？就这么跟您说吧，我们家大概能出200万，2倍。就不到一半呗。然后我的公积金也是他的2倍。那现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多方的烦恼啊。对啊，就是接下来是我怀孕的时候，我怀孕的时候，他给我去外面买刨冰，去开车去，然后他呢就嘀咕那个怕回来之后没有这个停车位，然后我说好，那我去给你下楼，我站在那儿，我给你看着行吗？就是我7个月大怀着孕，我下楼去给他占停车位，然后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就是也是同小区的，他想停在那儿，然后最后我们俩就是吵起来了。这时候我老公回来了，他把车停在那儿之后，他离我2米吧开外站那儿看我们俩在吵，吵完之后他在楼上在转，在阳台转什么呢？他在那阳台扒着，怕人家划他车。我的意思就是我不想他下车替我去吵，哪怕就是我大着肚子把我揽开，说你一个男的跟他计较什么？他又怀了孕了，就把我揽走不就完了吗？他在旁边2米开外在那看着。上楼之后也不是担心我的安全，是担心人家划他的车。懂了。先生的性格有点懦弱，不扛事儿。俩娃对吧？娃谁看呢？老大跟我们老二是爷爷奶奶大部分时间在看。哦，跟你们俩谁管娃管得多呀？因为我们没有买离学校近的房，所以从开始到现在，一直是爷爷奶奶就专门接送老二，我来接送老大。比如娃上学，然后娃上兴趣班，就这些都是我在管他。然后，我老公只是说接送，这一方面管。接送不就报班什么？那主要管不是还是他吗？但是这个接送没有不可替代性啊。那什么是可替代的呢？就是在一些孩子上学，包括孩子上幼儿园，包括孩子就是一些大事上，他能做主。不是，这接送就很厉害了，这不对，这比做主要厉害的多呀。但是如果我说请一个阿姨，这是不是也能办到？办不到。爹送和阿姨送是2件事，完全2回事。对孩子也对吧？完全不一样的好感受。的，我再问的细点，家务谁干啊？家务是他干的比较多。这先生一直不说话啊，你在家里就这样吗？因为我们2个在一起啊，就是我开始觉得我们2个性格比较合，他比较能闯能说，然后呢我就比较内向，然后也不爱说不爱道，然后所以我们2个就在一起了。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不爱说？因为我说多错多，做多也错多啊。我说的他也许不认可，不认可我反而起到反效果。家里谁做饭？日常是他根本就不摸锅，他不炒菜，偶尔做饭就是有时候去我妈那儿吃，有时候就在外面吃。只要是做饭，就只有是我。所以你们俩结婚11年，家里很少开火，是这意思吧？差不多吧。这夫妻2口子可都够懒的。这个谁洗衣服？他洗。谁收拾家？他收拾。所以您的主要精力是管孩子，这么理解行吗？可以。也不是管啊，他只是在大方向上给一个主见，但是小事上还是不管。孩子小的时候，你有时候说妈妈，你给我讲个书吧，妈妈告诉我不认识字儿，啊，所以我是为了让爸爸跟孩子有更多的这个绘本沟通的这个时间。您告诉孩子你不认识字，孩子还会尊重你吗？那就是讲绘本是爹讲是吧？对。洗澡谁洗？你想老大是女孩，那应该妈洗。我一直是洗到了2年级。哎呦，那这妈可失位了。然后老二现在从出生到现在也是我，就大多数时候是你在陪伴孩子，是这意思吧？可以这么理解吗？对。那听来听去为啥离婚呢？这男人不挺好的吗？孩子也带了，模式也挺好，活也都干了，一个说一个干，对吧？你是领导，但是您觉得他干活，但是这个干活的行为在我这儿来就是很厌烦啊。厌烦？为啥？就是我不觉得就是这个活该干，但是他可能有点强迫症，他在我眼前不停的收拾啊叠，我有点焦虑。哎呀，还有嫌干活干得多的哈。所以人家老公说了一句话嘛，
多干多错嘛，不干就对嘛。比如孩子要是生病，只要一生病，那个我的婆婆就说，这是你孩子啊，我可管不了。我老公说我睡得实，我醒不了，所以每回发烧病一宿一宿不睡觉，量体温都是我在陪孩子。确实晚上有的时候孩子要是翻身啊、醒啊什么的，我确实醒不了。对，但是你要确实说孩子不行，然后怎么样，你起来给弄个药啊，是怎么着，我也是会能醒。但是他有起床气，叫醒了，他得在那儿缓很长时间。那个是刚结婚的时候，这个我现在起床气，你就是被磨没了，基本上是磨没了。现在可能我们结婚时间也长了，他现在最基本的情绪价值也给不到。我们俩现在在家里基本不说话，然后如果我有时候想跟他说个话呀，然后挨他近一点啊，他就比较排斥。也不是没有情绪价值，您想啊，结婚11年了，已经从爱情逐渐的变成了亲情，对吧？就是互相照顾，互相陪伴。就说一个很小的事儿，就是晚上1点多叫我，你抱我去厕所。您看这个体型，我怎么抱？这种事儿我满足不了，然后就特别的不高兴。这不就是我听起来就撒娇吗？你就哄一哄，葫芦，这得了呗，这是抱不了你，我可以搀着你去，这也行啊，陪着呗。是他气哼哼的陪着我去厕所了，回来之后摔手机，把孩子这脸给砸青了，砸肿了，当时就青了。不是，我问一下女士啊，你知道他有起床气，就这么这个臭毛病，那咱就别半夜央个他陪着你呗，你白天央个他不行吗？白天都上班啊。对，我是希望就是比方说下班咱在就是洗漱之前，咱有这个交流，我都没问题。就是每到了晚上11点之后、12点之后，就是每次他和孩子都收拾完了，躺下了，我收拾完得1点左右。我1点左右躺下了，就是一会儿一句一会儿一句，所以我就当时确实就是比较烦累。其实有时候我会问你爱我吗？有完没完？但是他不是问1次，半个小时之内他等于问你5、6次。我觉得现在就是亲情嘛，就比方说没水电，他也不知道从哪儿交。基本上我就是3个孩子，我一直拿他当一个孩子，所以这个事儿也没有说爱与不爱。夏天我离他近点儿，他嫌我热；冬天我离他近点儿，可能我手脚冰凉又嫌我凉。就是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，就是根本就不能靠在一起的那一种。女生是不是觉得在亲密度上得不到满足？就我撒个娇，他都能发火的那一种女生当然要撒娇啊，但是你时时刻刻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撒娇的时候，她不厌其烦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于老师，我觉得他反复问这个，是因为他心里感受到没有那种东西，所以他老想去确认。你在方式用的不对，但根儿上是因为他俩情感在出了问题。不是，那你还要怎么确认呢？他想要的是爱情，他觉得咱俩只剩亲情。对，你觉得他宠你吗？他很多事儿只是说听我的，他听我的是因为他不想给自己找事儿。就听你的也不对。我也想听他的，我要一个比较有主见，而且你能说对了的人。然后他就是不是这个对错是由您来恒定的，您是裁判啊，所以他永远都不可能说对啊。刚才说丈夫没有主见，这个家他敢有主见吗？如果他一旦有主见，你们的家狼烟四起，鸡飞狗跳。您的强势是写在脸上的，你也明白自己的强势导致了这一个家内向的丈夫更加的内向了，所以你时时想去表达这样的一种撒娇，这样的一种爱，但是他更多解读的恰恰是你的强势。在这个家，他从心里是怕你的。等到这样一个认知的女人扑到他身上的时候，那迎来的会是拥抱吗？他更多的说不出的那种无形的讨厌。当然他去表达爱的方式不对，有点夸张，有点做作，有点表演，但是他想渴望在这个家有爱。男人有时候要多哄哄老婆，他虽然面上强势，内心渴望的是温暖。丈夫需要反思，作为妻子你更多的需要反思。我认为你们俩
根本到不了离婚。来，米娜老师，前几天我4岁多的女儿让我抱她上洗手间，我说你又不是没腿，她说那你给我递鞋子，我说你长脚是干嘛？她说那你陪我去洗手间，我说你自己都已经会处理了，为什么要打断我？她没有问我妈妈你爱我吗？她如果要问我，我肯定会说我爱你，但是我也不陪你，你为什么要以爱为名义打断我？但是这我是跟她学的，我是被4岁的女儿修理好了，在这一个就是反复确认爱这件事情。我问她，我葡萄爱我吗？爱，但这会儿我更爱看动画片，不要打扰我。我说你怎么可以认为妈妈不如动画片？她说妈妈，诚实我需要拥有吗？我说需要。她那就是这会儿我真的只想看动画片，我想让你抱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最爱你，但这一会儿我真的只想看动画片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确定身边人的注意力是不是在我们身上，不在我们身上，那一会儿就算不爱我们，他们有别的事情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，不代表这个爱就不存在了。他被你也批评了太多，否定了太多，就像你对一个经常挨打的孩子扬起手，他真不知道你是要抱他还是打他，他下意识的会先躲到一边去。所以当你说老公过来贴贴或抱抱的时候，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怂。咱先说这房子啊，你俩掏钱了，只能说唯一一个两个人有争吵点就是女方家多掏了点，男方家少掏了点，但是归根结底跟你俩有关系吗？不是长辈们2套房子分出1套房子给你们，不是人家应当应分的，就是你们反正100年以后这房子也是我的，现在你们给我拿着应该的，不是，那是老人挣钱挣出来的。你们是用老人对子女的关爱，哎呦孩子不容易，那我掏一套吧，那我们家也掏一套吧，反正是2个孩子，为了更小的孩子，我给现在我自己的2个孩子拿出2套房来，男方的父母帮着带孩子，女方的父母帮着做饭，吃饭也在女方家开火，对吧？这2头都有吧？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建议2位感恩，一定要感恩这几位老人，其他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，不要动不动的就是自己的问题处理不好就把老人少进来。妻子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公公婆婆是要把那个阴面的最小的房间给你吗？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在公公婆婆的眼里，觉得你付出的就没那么多，你在家又不干活，你又不做饭，你每天只负责动嘴，他儿子负责动手，你们2个人都没有那么多的经济来源，全靠2家的老人。你不住小房间谁住啊？你说要你老公给你提供情绪价值，你提供了什么价值啊？咱夫妻不要永远说我是女的，我老公就得宠我疼我。价值是对等的，是彼此交互的。你有没有关心一下他下班很累啊？你有没有问问路上今天送孩子堵不堵啊？你来得及吃早饭没吃早饭，有没有顺便买点东西啊？别饿着，你看你这么瘦。先生，这个丈夫其实我觉得你做的也不好啊，因为你这10几年你真的不是在包容，你不是在接纳，你是在忍啊。忍字是心上一把刀啊，你得真正接纳和包容，并且经常沟通，互相影响，才能有和谐的夫妻关系啊！你就不沟通，你别说我就不爱说话，那该说就得说啊！你不沟通，你长期隐忍，那你是个定时炸弹，忍不下去怎么办？他今天是不说话，回头他积累时间长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叭爆炸了，这个后果哪个家庭能承担？你们小家庭承担得了吗？所以夫妻之间沟通，我觉得这个是男士你必须去修炼的一门功课。有什么问题要跟老婆经常说，老婆撒娇了，你觉得这课我很累，我刚才觉得米娅老师说的特别好，我爱你，但是我不能时刻爱你，我这课困得要死，我就想睡觉，老婆咱明天爱行不行？你得学会沟通。我觉得你们解决了这些基本的沟通问题，互相包容的问题，然后想想自己提供的价值以及我们情感流动的问题，日子还能继续下去啊！2个孩子啊，父母都这么支持你们都不容易，好不好？互相成长，一起进步吧。怀孕想吃刨冰，我站在那儿占车位，就你占车位这一个举动，把你整个今天在台上的你的不成熟，你的自私，你的内心世界只有你自己勾勒的清清晰晰。你们的关系为什么会我叫僵不叫不好？
如果他是一个有生活、有情趣的人，在那一瞬间是老公，我们俩一起去吧，我就想吃那个刨冰，牵着就走了。你宁可站在那个地里头等那车位，你都不愿意陪这个人一起去买一个刨冰。就这一件事儿的行为，我就看到了，你在生活里面要的就是一句话，叫我合适。别人合不合适我不管，我得合适了。你所有的思维模式全建立在我合适的基础上。我不开心了，我要离婚。我现在睡不着了，你就得陪我聊天。我不愿意别人在我眼前晃悠，你就不能晃悠。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人呢。我特别同情你们双方的父母，对，就完全没有长大，就没有构建家嘛。你们俩除了生了娃，算是做了一个成年人的事儿，其他成年人的事儿我也觉得没怎么做，不开火，蹭着。娃让爹妈给带着，你当然有闲心了，你是真的闲得慌，在你们的身上根本看不到现在的压力，你知道吧？所有的压力反而全是爸妈给扛了。对，你们承担什么压力了？你真的坚持早晚去送孩子，你跟孩子坐那儿讲绘本，你真的没那闲工夫，每半个小时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是放着多幸福的日子你不要啊？你在那儿作什么呢？你在那儿。我更希望这个男的能主外，我在家。那你找的时候不就找的他吗？你不干活呀？你啥都不干，你还主内啊？我凭啥要你啊？你给3条理由嘛。家庭条件比他优越，不是碾压式的优越，就别对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刚想说，就不是碾压式的，你是碾压式的吗？一点点而已。如果你们俩现在你一脚把他蹬掉了，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他父母都得指着你，这叫你家庭优越比他强。人家现在你别看你们家房子小，扭头人父母一套，人自己还有一套，人家也2套房，你告诉我你优越在哪？不是，就你家庭优越点又怎么了？和你个人有关系吗？哎，咱不得自己优越才能有更优越的家庭氛围吗？所以我说你真的被宠溺坏了。未出嫁之前被父母宠溺，出嫁之后客观上来说，公婆和老公对你也是挺宠的，对，所以宠坏了。所以千万以后别再说了，哎呀，我过得不幸福。您是守着蜜罐喊苦啊，你还要啥？你还要啥？情绪价值啊？情绪价值，情绪价值是双向的，你给他情绪价值了没有？我们家也俩孩子，一大一小，俩孩子。其实我是想要情绪价值的一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演出嘛，我经常不在家，我经常在外地。白天怎么表示我们俩感情还依旧，我就觉得不是我一个人过日子，就我媳妇儿，老公，我想吃这个。我说甭管了，我想吃，咱俩一块儿。就这种小环节会很多，但是你真的说坐在这儿踏踏实实想表述什么，没有机会。也没有那个心，为什么？你永远看我媳妇说，老公你饿不饿呀？不饿怎么着？然后你看他找什么？给孩子买奶粉呢，孩子换季得弄衣服了，然后这块给老大报一个什么班，然后这块学校的群里头发作业了，或者他的心思全扑在家庭跟孩子上。我第一反应是很心疼。他的角度就是我老公天天在外边出差，一个人在外边，虽然说单位可能照顾得很好啊，吃喝都不愁，但他累。不好也没事儿啊，不是也很累。就是我们俩都知道彼此在生活当中的角色是什么，而且已经互相体谅了。就是你们俩就没有互相推诿。我半夜最怕的就是我媳妇叫我起来，不是起床气，是我知道老公他一推我起肯定是有事儿。对，半夜的时候推我老公起怎么了？我实在是太难受了。然后这会儿孩子还在他怀里呢，我就得把我小闺女抱过来，我迷迷瞪瞪的，我又怕摔着孩子，这叫互相搭把手过日子，这就是幸福嘛。对，这就是幸福。你再听听这对夫妻吧，你听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幸福了，好吗？来，谢谢你们2位，请回。谢谢老师。来，2位老师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孙先生44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养牛户；陈女士44岁，来自黑龙江，乡镇补习班校长。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呢？他总是不在家，一点也不关心我，给我开个烧烤店，我那么大岁数了，不能听他的。我们俩在一起生活的价值观不一样，现在我有创业的本钱了，就是说想给他开个店，他不习惯，他就想在农村放牛。我希望他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，也岁数大了，在山上放牛多好啊。我希望他和我一起去开个店，不希望他在农村生活。现在我儿子已经上大学了，如果他要不同意，那我俩就离婚。陈女士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现在是做
跟教育有关吧，开个特长班。孙先生呢？我是在家养殖，搞养殖的，养什么？养牛。家里有多少头牛啊？家里有40多头。哎呦，可以啊，厉害，很多。为啥来？我俩现在沟通很费劲，现在呢，我俩可以说挣到钱了吧，想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吧，在市里、城镇啥的给他开个店什么的，他不同意，就喜欢养牛。我就喜欢农村生活，我干啥听你的呀？我就因为这个事情嘛，就导致我俩现在没法沟通。我认为我儿子现在呢，大学也上上了，就是不想跟他在一起生活了。哦，这就要分开啊？对。结婚多少年啊？结婚20年了。谁追的谁啊？当时？啊，我追的他。啊？当时走的挺帅的嘛，你看我个矮嘛，是吧？当时我长得帅。哦，帅哈。对。当时你们两家谁条件好啊？我家条件好。你家条件有多好啊？就是他不用花1分钱，我可以拿着彩礼到他家。他不用花1分钱，对，你拿着彩礼到他家，对，听见没有？这叫条件优越，不是说你家一套房，我家一套房，我家条件比你家优越。对，您是带着彩礼嫁过去的。对，最后真的给你追上了。对，不只是彩礼，婚后之后他家有外债嘛，老人的，我可以替他还。你把他外债都解决了，老人的外债都你还啊？对。嚯，这叫条件优渥，听见了吗？接着说。因为当时嘛，我就相中这一个人了嘛，是吧？我们俩是经别人介绍的。他家当时嫌弃我个矮嘛，然后父亲嫌弃我不会干农活啊，一天就知道自己美一美。但是我可以做家务，做饭可以，因为我们农民嘛，必须得需要做地里活，但是我不会。哦，所以其实，在你的心里，觉得不会做农活这件事儿是你的一个短板，是吧？对，他父亲吧，就是我公公吧，总是用语言去攻击我这件事，就是不干农活，但会干家务活。对，我做饭可以，白天、晚上和中午饭是我做一些。您大概一天要做几口人的饭？我们就是5口人。5口人。对，但是公公总会咸了淡了的，他会挑。那你敢回嘴吗？我当时不回嘴，就是太委屈了。也不是说委屈，毕竟是老人嘛，当时这么想哈。我在怀孕大肚的时候，他想吃面条，他得让我去手擀。因为我当时那老人手擀个面条能咋的呀？因为我孕期的时候是一直带我儿的时候一直拖刀生的，公公会就是不管你怎么难受啊，他会带来一帮人在家弄饭吃呀你。当时确实挺辛苦也挺遭罪的啊。但是公公呢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心眼的没有，虽然说他嘴上尖薄一些吧，谁家儿媳妇个高了，谁家闺女个高了，能干农活了，就是成天就在嘴上说。听懂了，听见没有？家庭优渥怎么了？那去的人家家不也得融合吗？也得成长吗？也得做饭吗？你想，家庭再优渥，到了婆家以后，倒贴钱，而且天天做家务活，厉害吧？那后来做什么了？刚开始结完婚之后嘛，有孩子，生完孩子之后，就是他养牛嘛，我那会儿也跟他负责一起帮忙。你也帮忙养牛？对。哦。起粪，给牛撸奶，是奶牛嘛。早晨的时候他还挺辛苦，当时他起来得送奶去浇奶，然后我早上我可能会在3点钟，冬天的时候，你想我们黑龙江3点钟很黑很冷，我起来去烧水做饭，他吃饭我上面起圈，打扫牛圈的那个卫生，然后他吃完我们俩一起去共同去撸牛奶。那娃呢？娃在屋睡觉呀。谁带呀？就跟我们在一起。哎呀，这可不得了了呀，娃还得自己带呀，带过吗？带过呀，带过呀，带过呀，好，哎呀，行。后来怎么发的财啊？说现在我要不让老公养牛了，要开小店了。后期是我在那个我们乡镇嘛，有个卖楼的，就想那个是个商服，我就想买这个商服吧，去那个我们可以招那个午餐生，还有那个就是可以在你那住校那种的，在我家住那种的。哦，小饭桌。对，然后我就想买这个楼，还能卖点那各种小吃什么的。当时他也不同意，是我父母当时给我拿了这个首付钱，然后后期我们俩一起努力把这个钱还上了。当时也挺好的，在我们农村一年寒暑假放假，春季班和秋季的时候能挣个4、5万块钱，一年5、6万块钱也挺好了，是吧？很厉害了。对，但是挺辛苦。寒暑假除外，对，能赚这么多。对，那姑娘确实挺辛苦，她也不上我那儿去。就是你就是求着你说，哎呀，说老公啊，你搁这待一晚上呗，就是不行，我干啥听你的呀？就是这个状况。你敢想象说半夜1点钟你把他弄醒，说老公来抱我去一个洗手间，敢吗？那没有，其实我挺心疼他的，其实真的。他养牛也很辛苦哦。也很辛苦，但后期
我挣到钱之后了吧，就想让他现在跟我一样哈，别挨这个累了，我们走向更好的生活，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。他不同意。你要是养这个东西吧，赚钱也行，还不赚钱，赔钱。我一年挣30万的时候，你咋不说呢？你一年能30万啊？挣30万他不说呀？多的时候，现在赔了，为啥赔啊？不值钱了，牛不值钱了。哦，不是说他挣多少钱的事儿，是说就想离开农村，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，给老人一个好的生活环境。那现在有没有去操作呀？到城镇里面做什么事儿呢？开小饭桌之后嘛，我就接触到一个这个特殊教育这方面，然后我就去加盟了，去学习，来到咱们这个山东学习的。学习之后，我就回来把这个事情弄成了，弄成当时不赚钱，在一个小乡镇里，你又弄一个这个特长，人家没有人家长认可，也没有人相信你。他当时就跟我吵得特别激烈。家里小饭桌当时也没扔，就是我妈和我爸能帮我去打理一些。我在外边奔波也挺辛苦，自己中午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，可能会在路边等车，可能会等1-2个小时，回到家也挺累，也挺辛苦。他一点不累，我们俩1个月可能会不说一句话。我在外奔波，他不理解你，而且他还打压你这个事业，就是意思你这加盟什么不也需要费用吗？是吧？我在家的事业比你还累呢，养那些牛哪天不辛苦？然后就是说我办起来之后吧，刚开始确实是不赚钱嘛，不是一个校区，后期就2个校区，逐渐就赚到钱了。赚到钱之后呢，我想你看他还在家养牛嘛，我就想我给他开个店儿吧。开了吗？开了。啥店儿啊？那个小火锅店儿吧，开了，当时特别火，也特别赚钱。这叫对外张罗啊，不是说占个车位叫张罗。其实我开店的时候也特别辛苦，他当时也不同意。不同意呢，我就想干。我记得是10月1的那天吧，我跟房东签完合同得先租房子嘛，然后我还得上着课，下了课赶紧开车到那个市里边，属于去坐火车，坐到那个城市。加盟商就告诉我了，你再等着，有那个车接你。我以为是专车接咱们呗哈，一上车，出租车，4个男人，一个喝的最新鲜的挨着我坐。当时已经是6点多了，黑天了。10月份订婚的，我们6点多已经要黑了。当时我说实话，心里挺害怕的，因为不知道这个是哪儿，知道是去那个地方，但是不知道这些人是干嘛的也。就是加盟商签完合同之后，上那个自动取款机取完钱给人家，我当时记得是穿的高跟鞋，很累。然后就赶紧去那个对面卖那个运动鞋那块买双鞋，就跟人上那个厨房了，就开始学各种东西。因为我个矮嘛，炒料的时候他会用这么高那个冰红茶的箱子给我垫成2个，我够不着那个锅，这么大的锅，知道吧？当天晚上上哪去住啊，是吧？然后有一起学习的说你跟我走吧，一个女的，哎呀，那环境就是特别特别不好，就是很艰难的起步，是吧？卫生间那个水是黑颜色的啊。后来这店怎么样了？当时特别好，开成之后。谁开的？我给他开成了。开成之后我就开始忙着上课，因为寒假的时候我特别忙。你就让他盯店呗。他让他盯不店呀？盯着咋样？我整不了，盯不了。不用你干活，我雇了2个服务员，当时特别忙，你就负责给我收款就行，做吧台就可以啊。不行，例如您来了，他认识你，哎，快，你给我看会儿屋里不管多少人在吃饭，什么忙，我得上外溜一圈。您说这个店开的，是不是我当时也挺闹心的呀？我就想，我当时就想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生活，不想让他在家去养牛，而且他也其实也挺辛苦的啊，真的。你是心疼他？我当时确实挺心疼。但是他不愿意这个生活。后来这店怎么样？关门了。赔钱了吗？也不是很赔钱，但是确实当时1周可能会卖1-2万，在我们一个小乡镇，就是很不错的店了。所以他的这个赔钱，他可能说投入没赔多少，但是你要算长期下来啊，对，可能就得赔不少了。对对。现在孩子多大？我想知道。我儿子19了，刚上大学。那读了大学也没必要再到乡镇了，是吧？对呀，不回来了，这已经走出去了，那不就走出去了吗？他走出去了。但是我俩现在这矛盾，这不以前已经有了吗？我就想，你要是能跟我再出去，我想再给他创个业什么的哈，我们俩还可以在一起生活。还创业呢？对，但是他要是不能创业，那就不能在一起生活。还能听你的吗？这钱都让你整没了。但是我赔了多少钱啊？在我们小乡镇也就是20左右个吧。
但是你现在的学校是赚钱的吧？我学校赚钱弥补得回来吧？可以呀、但是现在问题是啥？他养牛赔钱。既然已经赔钱了，为什么你还要坚守呢？我觉得坚持就是胜利，我咋整也不能跟他干，跟他干没个干。哦，行，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个40多岁了啊，你们规划一下未来的生活。我的规划就是在农村，因为我的爹妈都在农村。我没有说不要爹妈的意思哈，就是想给老人也一个好的生活，因为老人都60多岁了嘛，还在为他、为我们、为儿女、为孙子去打拼，去一天呢打草呀、喂牛呀，应该让他们享享福，是吧？就是我的规划，就是说我们在一起搬到城里面，啊，老人在一起享享福，不用你们干嘛，你们没事遛个弯儿。等于陈女士是希望在乡镇里面就改变生活现状，改变生活现状了。对，我通过经商的方式，让一家人的生活变得城市化一些，更稳定一些，不用太过操劳，是这意思吧？先生的意思是说，我干了一辈子这个，哎，是不是觉得跟牛打交道比跟人容易多了？对了，跟牛打交道特别开心啊！咋开心呢？他也不会说话，就会闷闷闷的。在我们美丽大草原骑骑马呀，放放牛啊，那种感觉老好了，习惯这种生活。其实你跟牛也是有亲情了，对，有感情。牛听得懂你的话，你也听得懂牛的话。对对对我说白了，媳妇儿挣多少钱，那生活不是我想要的，我就喜欢农村的生活。对他俩的问题真的是对生活的要求完全不一样。养牛在意每年的收入跟钱吗？其实不像当年那么在意了。不在意，就是我只要是这种生活，你不在意的底气来自于哪儿呢？就是你想我做一件事儿啊，我就是高兴，我不是为了钱。你的底气来自于哪儿？我就感觉他是在街里生活，我在农村生活啊，哎，我就愿意这种生活，我就不能听他的。你是为了跟他置气是吧？不是置气，我也不能听他的，不能听女人的。啊，这可麻烦了。对了，哎，这就属于强势的男人，你要吗？你不是说这个不行吗？你要一强势的，这确实强势啊，还很有主见。对，这在外面可能张罗事儿，你要吗？这真是到极致，就是你对不对的，我都不听你。来，啊，不要啊，这也不要，这带你到草原上骑个马，对吧？策马扬鞭，对吧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，牛哞哞在一叫，马鞭一挥舞啊，不做饭。什么？他嫌他不做饭。你看看人家这女士，又赚钱又做饭，又带孩子，又照顾公婆，关键问题还赚钱。啊，对，不去乡镇就离婚是吧？对，思想走不块堆去。哦，你们俩现在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了。对，您是规划了那样一幅未来，城里是你最美丽的图画，草原、牛羊、自然风光是你先生最美丽的图画，是吧？对对对。你们怎么看待他们的婚姻状况呢？说说呗。我觉得就是他们确实是有那个实质性的这个问题存在，就是不太可能调和的那种。我看那个大哥也比较坚决，就是我这个姐姐对未来的向往也比较美好。我觉得就是可以考虑就是分开一段。那你们的矛盾能调和吗？有启发吗？我说你在蜜罐里生活，这次你信了吧？和这二位比，我们的矛盾就不是矛盾了。你们算吃苦了吗？没有啊，是蜜罐里吧？确实。大姐，虽然已经刚才表述过您的状态态度了啊，我还想最后确认一下，孩子已经上大学了，所以孩子现在不在你们夫妻二人的考虑范围内了，对吗？对，已经大学了，已经走出去了，是吧？对。还有一个您另外一个期望，您希望老人跟您一块儿去县城生活，对吧？对，希望。那老人什么想法？没有问过老人这个问题。现在吧，不能去给老人添加任何心理负担。只是我们俩在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对，你们俩得先沟通好了之后再说这个问题。所以你到底有多少钱？你心里有这么大的底气，把这一家子全接到那儿去，够吗？那指正够呀。其实我听起来就是这个妻子是想解决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，是吧？你一直在镇里边工作生活，你老公就一直在农村没有上来，你们这样两地分居也很久了，是吗？也不是说两地分居，他晚上干完活的时候回到我这儿，我都说了，我说我这是你的啥呀？饭店、旅店，就是我怎么辛苦在工作上，例如我到家了，他会把饭给你弄好点，哪怕给你煮碗方便面、泡面，
也是那个意思是吧？没有，那是你干的活，哪是我干的？看见了吗？哎呦我的天呀！哎，如果他实在就不愿意来镇上生活，就想在农村放牛，就不上来，怎么办吗？现在就是不能在一起，你就决定不跟他过了？不过，哎，人家都不跟你过了，你就不能改一改吗？啊，这一般是改不了。包括他养牛，现在每一天吃的草料，谁在拿钱去付出？是在我这拿。你既然你用着我也是不是啊？比如说用不用，两口子之间没有说用不用的事儿是吧？为了这个家嘛也算。但是他现在还跟别人在那个聊天啊。以前我挣的钱给你咋不说呢？哎，什么叫跟别人聊天？他跟别人聊天，我看见了呀。男的女的啊？女的呀，要是男的我还能说。你跟女的聊天这就不对了，有吗？你聊天那不正常吗？聊什么呢？聊养牛啊？啊，就养牛啥的呗。女的也在养牛啊？啊，女的养牛啊。您骗谁啊？只聊养牛的事儿吗？没有。他聊的是什么内容？暧昧吗？那指定得有呀，没有我能提到吗？是吧？您这个就不对了。过什么节了，可能说买束花，他会说浪费呀，还不如买点大米吃呢，是吧？他会这么说啊。但是他跟别人聊的暧昧话，那你看到了呀？我看到了。说啥呀？其实我不想，我根本没说。我不想说太多吧，但是暧昧的话。好，知道了。这个孙先生说的这么底气足，原来你养牛那些成本全是你老婆出的是吧？不对，以前我挣钱的时候给他30万。对，哦，就这30万能让你说一辈子。挣钱确实交家了以前，但是想想他家原先是什么日子，从我过门，我是带着彩礼到他家，而且我给还的外债。想想什么日子是你追的我，我也没追你。看了吗？哎呀，这先生真挺可气的哈，人家给你这个做饭，给你挣钱，就是这个就叫什么呀？哎呀，其实孙先生跟这位女士是一类人，不知足，不感恩，他看不到别人的付出，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的那一方天地。陈校长，你扪心自问，现在是不是有点嫌弃这个丈夫？没有嫌弃他。不是说嫌弃他，就是说我们俩现在生活思想不一样。从当年的倒追，到了今天，你的事业蒸蒸日上，我也没有看出你对他的嫌弃。他刚才说的话，没有一个女的能够接受得了。当年你追我的呀，我又没追你。我是男人，女人就要听我的。婚姻是平等的呀。男女平等这么几十年了，你还要说最后男人要主宰女人，所以你心中有这样根深蒂固的自己的所谓的价值观，你心中就是失落啊。当年倒追我的妻子，现在被人家尊称为陈校长，而且事业如此的辉煌，你是不是内心有一种失落？但是作为丈夫，如果心态好一点，那应该为妻子高兴啊。这是我的妻子啊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家庭啊，你看，多好啊。他不是说仅仅是喜欢养牛，他是把男人的面子放得天大，他把自己的自由放得天大，他认为我就是要在那里。我是男人，我有尊严，你应该尊重我。我当然反对陈校长去决定你的生活，安排你的生活。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，他并不是嫌弃你，他更多的是想维系这个家，是因为他知道你不进城，这条路的尽头那就是离婚。一个女人再有钱，她也要安全感，她也想有婚姻的安全感啊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陈校长，我支持你。对于你的先生来讲，他是根深蒂固的，我扎根在这个土地上，我爱这个土地爱得深沉，我爱我的牛爱得深沉。你让我开烧烤店，我不愿意和人打交道，我在家连老婆都不愿意伺候的，你却让我去伺候那一些顾客，确实是，对吧？所以对于他来讲，到大城市没有牛，没有广袤的天地，只有人，他最烦最怵的也就是人。所以对于他来讲，这相当于就是剥夺了他的天性，让他扭转他自己的价值观去迎合您的。
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您变了，不代表您的就是高级的，但是对于他来讲不适用。甚至我不需要我的老婆是陈校长，我的老婆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我要的不是这个女人出去受人尊敬，也不是这个女人能挣到钱。对于她来讲，她的人生就是要的这么简单。可是你的人生要的不简单啊！我和这个男人在一起，但我还要过上美好的物质生活。你们之间就像是一个牛郎和织女的现代故事。这个现代故事里头拆散你们的不是王母娘娘，而是织女觉得我没有办法在草原上去织布，我需要找到一个比较有闹市的地方卖掉我的布。织布这事儿我万万没法跟你驰骋在草原上，于是织女儿打算自己到城市里去了。牛郎带着自己的牛，觉得我跟不上你的城市，我没法放牛啊。所以拦在你们中间的不就是最后就是这么一个交通费，不就完活了吗？并非说让他去开店什么的，哪怕你就是给我开个车当个司机都可以是啊，凭什么呢？我有的时候一天工作上课5个小时6个小时，我开车路上5个小时。对，这是你需要，这不是他需要啊。那他还希望你能够在家里头就是负责切饲料呢，你就负责切饲料就行了，你就负责帮我盯着牛就行了。所以我怎么会配合你的人生呢？没有我当时在外面这么打拼的付出。现在你就直接让他没有你，他才会意识到你的珍贵呀。没有你，他的牛就没有草吃，不就这么简单吗？那么你就让这个男人和他的牛没有你，然后再看这个男人要不要带着他的牛投奔你嘛。眼下你一边提供着给别人，一边呢这个人告诉你说我不需要，因为我这一切闭环了，我的牛有草吃，我有牛有土地，我就不愿意走啊。对，现在我就是想，你要是能和我一起生活就生活，不生活那就离啊，那就离好不？对，咱就离，咱不去往协调上走了，协调不了，必须离婚。理智的说啊，我个人感受啊，我觉得你们这些年的日子没变化。不要提什么钱呀、开买卖，这没变化。当年您倒追人家就放牛，后来我外边挣钱开买卖，补贴家用，我还是放牛。孩子上大学了，我还是放牛，没区别。年轻的时候家里给您钱补贴这边，现在是自己挣钱补贴这边，有区别吗？然后大哥这边是我就从头到尾我就这生活，这些年有变化吗？其实您一直在努力的是精神上和物质上这些，但其实从家庭逻辑上，你这些年没有变化。那这么多年你挺过来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孩子呀？现在孩子上了大学了，我没有后顾之忧了，我也不跟你耗了。确实是这意思吧？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咱就拉倒，是这意思吧？能过就好好过。还有一个大哥，我就问一个问题：您喜欢牛，没人说您不对。您媳妇儿给孩子供成一个大学生，您得承认人家尽心了吧？尽心了，这个骄傲不骄傲啊？骄傲，那不就完了吗？那在这个问题上，你夸过人家吗？没有，很直白、很理直气壮的，对呀、就这问题。那孩子是俩人呢，那孩子感不感恩您啊？确实，孩子以前吧，跟他父亲可能说话，他脾气不好，会俩我能看得出来，把梗是实话啊。但是我会从中间去做一个润滑剂。我告诉我儿子，爸爸是最爱你的，比妈妈都爱你。但我给他俩调节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环节。我的建议是这样的，既然都没怎么提孩子，证明孩子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他大了，他独立了，俩人也是这个年纪了，那就追求一下自己的梦想，都不用说幸福生活，反正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该挣钱挣钱，哪怕我给孩子留套房，大城市留套房，我自己努力挣钱。我这边我喜欢放牛，孩子乐意放假回来看看我来，我就喜欢这大草原无忧无虑的，就各干各的呗。现在是我想离，他不想离呀。但是大哥不想离，对吧？对，咱举这例子啊，我再也不回你那放牛的地儿了，我就城里边住了，你来不来看我来吧？那得去啊，你得去吧？嗯，那去完之后呢？你在那儿陪他吗？那得偶尔的陪他。那不是还是异地吗？那你担不担心大姐外边有人啊？那我不担心，为什么呢？有底气。你有底气，那大姐担不担心你有人呢？我担心呀，这个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在创造的，然后你在外面去跟别人聊暧昧，那这个家不已经要是面临着分散了吗？我是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你们俩人摆在眼前的，就是最现实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好多夫妻啊，劳累了一辈子，最后老了，孩子也独立了也好了，两个人就想踏踏实实凑在一块儿搭个弯过个日子，
你俩现在到这个岁数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。咱就说你们俩现状啊，大姐这就是了，我外边挣钱，扑腾产业，扑腾买卖，最后老了，行了，孩子也走了，然后家里头也留下点底儿了，够咱花了。我也大草原，我踏踏实实跟你每天就是过日子，吹风啊，晒太阳啊。没有人大姐还想奔啊，大哥这儿也是，我也不放牛了，我踏踏实实享福。你们俩都没有替互相的这个生活带入过自己这情绪，还是依旧做自己，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分开。这个丈夫，你说你很喜欢你的牛是吧？啊，对。喜欢牛啊？啊，对。喜欢你老婆吗？喜欢。喜欢她啥呀？喜欢她挣钱。还有啥？现在给我拿钱花。这个妻子，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哈，理直气壮的在这儿耍无赖，为啥？他怎么就说我现在对我媳妇儿喜欢，因为她给我钱，而且说的大言不惭，毫无愧疚。我问你啊，他为什么从头到尾都理直气壮的觉得就不应该听你的，就不在乎你？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，他为什么就没有对你有一丝的尊重？和因为你赚钱养家这么多年夸过你一句好？他认为他是男人，他就大男子主义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说啥？那你过了20年了，怎么他就没有一点思想上转变呢？转变不了，一转变就是吵架。妻子，你做了所有的努力，做了所有的贡献，但你忘了一件事情，你忘了你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、值得被尊重、值得被宠爱的女人，你唯独忘了自己。你只想着奔世界多赚钱，为了孩子，为了照顾老人，为了给老公买牛的饲料。他做所有的事情没有后果。他把店做黄了，赔了30万，没后果呀。他在外面聊暧昧，没后果呀。他今天不跟你来，不听你的说，咱养牛不赚钱，咱去做点赚钱的买卖，他不听你的，没后果呀。有什么后果啊？你不是还是回家给他做饭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女性处在这样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啊？付出了所有，但到了40岁、50岁还不快乐、不幸福，就是我们去学会了我要独立，我要去在社会上实现自己的价值，我要创造财富，我要照顾老的小的家，但是没有学会解放，还禁锢在那种你听你们就特别像什么男尊女卑啊，他是大老爷们儿啊，不为自己去争取婚姻当中的权利。所以如果你今天说我就希望他还有老人，我们全家人和孩子在一起回到镇里边，他如果不听，你要给他后果。到底住在城里还是住在乡下没有好与坏，但是你不愿意尊重我，跟我协商，你这样颐指气使，你这样莫名其妙的理直气壮，我不同意，给他后果。这个生活中没有他，你可以过得很好，甚至更好，让他去体会一下我应该如何尊重我的妻子，如何替她着想，如何在我妻子工作一天回来很累的时候，我如果没事给她做口饭，心疼老婆不对吗？心疼老婆才是大男人的行为。我并非说让他多么去关心我。你看你又来了，大姐，不是我当时是这么想。为什么不让他关心你啊？这家你挣了这么多钱，你奔了这么多，你伺候他，伺候他爸妈，照顾好孩子，为什么不要求他心疼你，伺候你啊？哎，是不是民间有一句话呀，说特别好啊？叫好汉无好妻，孬汉娶花枝。对，我今天就见到一个典型的孬汉。对。软饭硬吃。你说你这20多年你干啥了？牛养的也不咋地，给了30万，20多年给30万，那好意思说出来？给了30万，养牛的技术进步了吗？人学习成长了吗？什么都没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挺有意思的。咱们国家有很多那个在沙漠里面啊，就地图上面看，沙漠都变绿洲了。你看那采访。就一个人用了20多年，哦，把这沙漠变成绿洲了。一个小朋友从出生20多年，读大学了，亭亭玉立了，出息了，这是一个养成的过程。但是爱这件事情与时间无关，别说20年了，我不爱你40年，一辈子我也不会爱你。千万别在心里认为，我给了你钱。我帮你家这么多，我对老人好，对你好，对家庭付出的好，你理所当然了，到这个岁数你总该爱我了吧？你要的是他实心实意的爱你，这叫征服。人心是无法征服的，征服不了。所以你现在要求什么呀？你要求的是这个男人对你的爱。他爱过你吗？真的没有爱过。他就爱他自己。哎，
这个事儿看得特别清楚。先生，我就问你，你娶她，你觉得是有福气还是遭了罪了？有福气，有福气。第二个问题是你感谢她的付出吗？感谢他付出。第三个问题，你有良心吗？有。你确定吗？确定有。你摸着我看看，在哪儿呢？那是良心啊。这不是胃吗？这玩意儿吃完不就没了吗？这不是最没良心的一器官吗？我觉得你没良心。有良心。如果你真觉得你幸福，你真觉得这一切都是你身边的这个女的带给你的，你为什么不能够满足她的这个要求？男子汉顶天立地，对吧？你的天是老婆跟你过不好日子，过穷日子，过苦日子。爹妈跟你过不好日子，儿子自己培养不好，你的天在哪儿呢？你的地在哪儿呢？正常说，分开是最对的，但是确实分不开，因为有人不甘心。20多年了，我总得在我闭眼之前把这玩意儿给征服了。不甘心是对的，他心里没有你，他心里没有这个家。你那句话说的特别对，他就是一个自私的男人。所以我倒觉得，先生你是男子汉对吧？对，是。刚才摸着良心说，我有良心是吧？对。那咱们今天就这样好不好？你同意到城里跟他过日子，你就出来；你不同意，说我还按现在这个，你也别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给你老婆一个明确的交代。这个选择好。陈女士，你要做到的是什么？只要他不来城里，我就跟他分吗？是你说的吧？是。好，别到时候又不执行自己的诺言。只要你老公说我不去城里，你也别出来了，坚决分，行吗？对，是吧？哎，我最后问一下，这个丈夫孝顺自己的父母吗？孝顺。您孝顺父母吗？孝顺。咋孝顺听妈妈的话吗？听。那你刚才不是说男人不能听女人的吗？你妈妈不是女人吗？我妈不是我生我养我的吗？哎，那也是女人呀，可她不是把你生儿子，那不一样啊，也是女人啊。同样的呀，你自己想想。哎，所以别口口声声男子汉了，男子汉的顶天立地，天不就咱们自己的家吗？对，立地不就咱们自己做人吗？对吧？家都不要了，你还什么男子汉？对，你想清楚，反正你想清楚这件事儿，好不好？对，谢谢你吧，请回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金悦 APP、天津 FT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。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接下来咱们做预测，先说天津的这对小夫妻，说不出来，出来，这个应该会出来，这个肯定会出来。那你们觉得这妻子会有触动吗？有，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哎，开门就在，对。哟，你看人丈夫主动拉手呢，啊，主动扒拉，来拉手，情绪价值吗？对，那肯定啊。其实老公挺好。想问一下你这妻子呗，还离吗？先不离了。先不离，那后离是吧？什么时候离？暂时先不考虑，就是先回去处事了。离婚那事不考虑了。行吧，抱一抱吧，我们见证一下他们的浪漫时刻。来，多抱会儿，多抱会儿，多抱会儿。祝你们幸福啊！来，请回。谢谢老师。我们的唯一报名热线是022236063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吧，我们看看预测一下，出吗？我认为会出，不出就分了。会出。我也觉得会出，他会出，他稍微聪明点，他出来陪着妻子先去，但是可以来来回回嘛，这个丈感情夫啊，缓和了之后，我跟你讲啊，就嘴巴硬，其实离不开。怎么离得开？你的意思是丈夫属鸭子？聚宝盆啊，一个是聚宝盆。来，请开门啊！呵，没了啊！就我对了。真没了。
哎呀，也是好事儿，对吧？其实这是一个好的结局。爱这个东西不是靠征服换来的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妻子她应该先学会好好爱自己。真挺好奇的，是最后是女方说我不跟你扯了，还是男方说一个我不想去？我觉得应该是男方最后还是不想去。我不想去。这个说句题外话，我是一直反对女追男的。这个女性总算努力了吧，总算勤劳了吧，总算成就了吧，结果还是我不能听女人的，因为她追我的。那只能说明这样的男人太偏狭。对，是吧？对，是吧？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